各位华盛顿特工，大家好，这里是灰猫特工。就在不久前，布鲁克林 DLC 也是进行了官宣，并且宣布将会在下月末发布。在此之前，育碧的 Massive 工作室也是邀请了几位社区达人进行了新 DLC 的提前试玩。所以本期视频我就将以官方已发布的内容和首批玩家的试玩心得为基础，来试着为大家全面细致的讲解即将推出的全新布鲁克林之战 DLC。事先声明，由于 DLC 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发布，视频中有些内容在 DLC 正式发售前仍有改动的可能，所以一切还是以最终版本为准，视频仅供参考。那么话不多说 ，Let's go。首先，官方表示，布鲁克林 DLC 将会于第7年的第1赛季发布，也就是2025年的5月27日星期二。本次的发布日期也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些。当然了，这是一个付费 DLC， 其中分为了2个版本，标准版售价为$15，包含新 DLC 本体。在官方销售策略不变的前提下，之后还会有一个售价为$25的豪华版，其中除了 DLC 本体外，还会包含新角色外观和新武器皮肤。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购买布鲁克林的特工都会获得直升40级的机会，得以让新人特工在购买后的第一时间进行游玩。与此同时，获得布鲁克林 DLC 的玩家还会获得额外提供的50个储藏箱位。根据官方发布会的描述，该 DLC 的游戏时间大概在6到10个小时。DLC 共有9个任务，分为3个主要任务和4个事件任务。这里的事件任务大家可以理解为可重复游玩的稍长一些的支线任务。最后还有2个故事任务，其中只有这2个故事任务在截止试玩前是单角色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重复玩故事任务的话，就需要启用新角色来玩。地图方面，在本次的布鲁克林地图中包含了4个控制点、新的聚落、新的谜题和8名全新猎人。本次 DLC 地图的场景也是与之前华盛顿和纽约军阀不同，相信在秋季的布鲁克林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视觉多样性。之后是本次 DLC 所带来的独特技能智能掩体，在全境1中也有同样的技能，不过在该 DLC 中也是进行了全新改造。该技能将拥有2个分支，第一个是进攻分支，效果是增加掩体伤、切枪换弹；另一个分支是防御，可以为我们提供蓝甲、爆炸抗性、脉冲抗性等，以用来强化掩体后的特工。简单来说，该技能的机制是有点类似于一个可以通过发射器来发射的强化掩体蜂窝。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第一批玩家的试玩反馈，其中的进攻分支也是异常的强力，在装备后基本就没有更换过其他技能。接下来是剧情方面。首先，本次布鲁克林 DLC 的剧情与《全境封锁2》的主线和正在进行的赛季剧情是相互独立的。当然，这也是考虑新入坑的玩家在首次游玩布鲁克林 DLC 时，不会由于不了解之前的剧情导致影响游玩体验。根据剧情爆料，本次 DLC 的剧情总体可能并不涉及亚伦基娜、暗牙、索科罗娃、猎人和卡尔文等人。同时，本次 DLC 的剧情也将会是完全的线性剧情，就是说，玩家需要在使用固定线路、固定顺序的情况下完成剧情，并不会像此前纽约军阀一样，玩家可以自行选择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不过往好的方向看，希望这种类似于使命召唤的线性战役可以大大增加玩家们的沉浸体验感。然后是世界背景，本次布鲁克林之战的背景设定在黑色星期五和绿色毒药事件发生的1年以后。自从特工们从1代开场来到布鲁克林以来，该地区就基本一直保持着和平。得益于该地区的和平，当时的特工迪奥·帕尼尔和梅兰妮·霍斯金斯也是在此建立了桥梁定居点，并与同样居住在布鲁克林的莱克斯邦达成了某种中立协议。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首个预告片中街道相对平静的原因。我想那时候的布鲁克林可能就有点类似于灾难中的避难区。当然，这种平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直到有一天进化者发现了该区域，并且使用他们新发明的紫色火焰喷射器入侵了布鲁克林。当然，这也对桥梁定居点构成了威胁。于是，趁着冬季还没来临之前，我们就需要帮助定居点来完善设施，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寒冬。相信本次布鲁克林 DLC 的总体世界观，对于无论是刚加入系列，亦或是熟悉1代世界观的特工们来说，都会比较友好。甚至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场景或角色会让1代的老特工们眼前一亮，例如1代演示中的警察局等，在该 DLC 中也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还是比较值得大家期待的。开放世界区域，
本次的布鲁克林 DLC 为我们带来了2个全新开放世界区域，分别是净化者活动区域丹波和布鲁克林高地，也就是原住民莱克斯邦的活动区域。同时，每个区域也将拥有安全屋，定居点则为之前提到的位于布鲁克林桥梁的定居点。其中分散在这2个区域内的活动也是与游戏本体大差不差，每个区域也都会有2个对应阵营的控制点，这些控制点也会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净化者据点的火塔、莱克斯邦的火箭发射塔以及电击陷阱等等。当然，我们是可以通过破坏电箱一类的弱点来瘫痪这些设备，以进一步的攻击据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设备的刷新点都是固定的，相信在特工们熟悉机制之后，并不会是太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开放世界还会带来10个悬赏地点与16个全新的世界 BOSS， 一些谜题、8个猎人，或许也会有一些全新的彩蛋，都说不定。关于敌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区敌人阵营有净化者和莱克斯邦。关于其中净化者的紫色火焰喷射器，相信在现版本的失乐园中已经有不少特工感受过了。不过在最新的布鲁克林 DLC 中，当特工被净化者的紫色火焰命中时，随着燃烧程度的加深，会逐渐减少特工的最大装甲值，可能类似于政令的脆弱装甲 Pro Max， 听上去还是挺恐怖的，对吧？不过当然，这也是有应对手段的。比如，我们可以使用在布鲁克林 DLC 中推出的全新奇特面具催化剂。该装备不仅可以间接降低净化者的威胁度，甚至还会让特工在被火焰等状态效果影响时获得一系列加成。主线任务，首先，本次 DLC 提供了3个主线任务，任务的设计也将会是传统的全境封锁风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DLC 中的主线任务会加入一些新的机制。比如在第1个主线副本 H5 炼油厂中的 BOSS， 特工就会与其进行击破弱点的回合制战斗。当然，在任务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独特的机制，比如特工可以根据安娜的提示来进一步做出行动，同时安娜也将会是在本次 DLC 中的主要 AI。支线任务，布鲁克林 DLC 包含4个可重复游玩的支线任务，也就是所谓的世界任务。任务总体也是符合大家对于支线任务的想象，简短有趣。任务的环境美术也是可圈可点，颇有代入感。根据首批玩家的试玩反馈，其中2个支线任务的敌人都比较密集，动作场景丰富。当然，这也是官方考虑到重复游玩的游戏性所做出的改变。总体来说，本次 DLC 的规模虽然没有想象中来得大，不过就$15的价格来说，无论是丰富密集的开放世界，又或是真实有趣的任务，都值得特工们来体验一番。目前该 DLC 虽已处于完成阶段，不过相信官方在发布前还会在该 DLC 中添加更多的细节来进行最后的打磨。如果你实在在意新 DLC 的规模，也可以等到正式上线后，根据 DLC 的实际表现来酌情购买。最后还是希望 Massive 能在时隔5年后，通过这款全新的 DLC 来焕发全境2的新活力。期待官方能在5月底完成最后的打磨，并交给各位玩家一个满意的答卷。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相信能为广大特工提供一些参考价值。如果特工们对该 DLC 有什么见解，也欢迎在视频评论区留言。同时也感谢参与首批试玩玩家们的心得分享。视频制作不易，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给我按个赞。感谢特工们的支持。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诸位观看，这里是灰毛特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